中国经济寒意刺骨，百姓钱包瘦如柴。曾经被誉为永不衰落的黄金产业的墓地生意，如今竟也难以为继。据悉，墓地销售一度比房地产还要暴利，毛利高达惊人的80%以上。然而，如今连这个稳赚不赔的行业也难逃颓势。有业内人士爆料，以前卖活人房子的没钱赚了，改卖死人房子。现在死人房子也卖不动了，这光景真是前所未见啊！近日，被誉为殡葬第一股的福寿园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业绩报告，犹如一记惊雷，震撼了整个资本市场，也为中国经济的寒意又添上了一层阴霾。8月23日晚，福寿园披露的中期业绩犹如一盆冷水，将市场的热情瞬间浇灭。这家深耕殡葬行业30年的企业，曾被视为永不衰败的行业翘楚，如今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，福寿园实现收入11亿元，较去年同期的15.24亿元骤降27.8%，净利润更是雪崩式下跌，仅为2.99亿元，同比暴跌35.7%。这意味着短短半年时间，福寿园就蒸发了近2亿元利润。细究其中，墓园服务收入从去年同期的12.9亿元跌至9.1亿元，跌幅高达29.5%。殡仪服务收入也从2.24亿元降至1.84亿元，跌幅17.9%。就连其他服务收入也未能幸免，从2039万元跌至1506万元，跌幅26.1%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整个行业的寒意，更是中国经济寒冬的缩影。福寿园的业绩为何会如此惨淡？公司方面给出了2个解释：一是去年同期基数较高，二是整体经济环境影响下消费者行为趋于谨慎。然而，这样的解释似乎难以令人信服。让我们先看看去年的高基数。2023年上半年，福寿园墓穴销售数量达到了9787座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公司解释说，这是因为疫情后压抑的需求得到快速释放。但细想一下，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常态，殡葬需求何来压抑一说？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为残酷的现实？再来看看今年的惨淡业绩。2024年上半年，福寿园仅售出6704座墓穴，同比暴跌31.5%。尤其是在上海这个重镇，收入从去年同期的7.3亿元骤降至5.3亿元，跌幅高达27.4%。这意味着仅上海一地，福寿园就损失了近2个亿的收入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尽管销量大跌，福寿园的墓穴平均售价却几乎岿然不动，从去年的12.09万元每座仅微降至12.06万元每座。这种量跌价不跌的现象，是否意味着企业正在通过维持高价来弥补部分损失？但这样的策略又能持续多久？福寿园的困境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社会消费降级的残酷现实。这家主打高端殡葬服务的企业，其客户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甚至富豪。然而，在经济下行压力下，就连这些曾经的金字塔尖也开始精打细算，连最后的尊严都要讨价还价。数据显示，福寿园在上海地区的收入占比从去年同期的48.6%跃降至48.3%。这看似微小的变化，实则暗示着全国范围内高端消费市场的普遍萎缩。从北上广深到2、3线城市，从奢侈品到医美，再到如今的殡葬业，消费降级的阴影无处不在。一位业内人士感叹道，以前我们觉得殡葬业是最后的堡垒，毕竟人生在世，总要为自己或亲人留下一个体面的归宿。但现在看来，连这最后的体面也要被经济现实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福寿园的困境并非个例，同样经营殡葬业务的福成股份，
其殡葬收入从2019年的1.2亿元巅峰，一路跌至2024年上半年的4000多万元。这种断崖式下跌，不仅仅是某个企业的危机，更是整个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。中国经济急转直下，消费降级如海啸般席卷而来，连曾经被誉为比房地产还赚钱的墓地行业也难逃厄运。想想看，一个利润率高达80%的行业，现在也开始叫苦连天，这是何等的讽刺！在这场经济寒冬中，各地墓园的价格也上演了一出南北分化的大戏。北上广深这4大一线城市的墓地价格，简直就像是一部人鬼情未了。北京墓园平均起售价8.31万元，上海更是高达9.99万元，俨然一副死后也要当人上人的架势。相比之下，广州和深圳的4.33万元和6.41万元，简直就是平民天堂了。这价格差异不仅揭示了地区发展的鸿沟，更是暴露了殡葬行业正面临的生死考验。面对这般困境，一些地方开始玩起了高科技。2023年初，北京一马当先，推出了所谓的数字科技殡葬概念，近7000个数字墓位横空出世，价格从3万到10万元不等，租期20年。这些虚拟墓地承诺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重现逝者形象，甚至能进行 AI 对话。这种虚拟安息之所，究竟是殡葬业的救命稻草，还是昙花一现的噱头？恐怕连孟婆都要打个问号。作为殡葬业的豪门，福寿园一直是死后也要住别墅的代名词。一块小小的墓地，动辄10几万元起步，堪称阴间的汤臣一品。然而，就连这样的富人乐园也难逃经济寒流的冰霜。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犹如一记重拳，把投资者打得措手不及，仿佛连阎王爷也要为之皱眉。在这般市场寒冬中，殡葬业开始了一场惨烈的降维打击。北上广深的墓园纷纷推出经济舱，妄图以6至8万元的白菜价吸引中产阶级。可即便如此，对许多家庭而言，这仍是一笔要命的开销。更有甚者，一些地方竟出现了以房代墓的奇葩现象。有媒体爆料，某些地区的人们开始购买蜗居来安置先人骨灰。这些迷你公寓只需几万元，却能拥有70年的永久居住权，比起20年期限的传统墓地，简直就是买1送3的超值特惠。这种脑洞大开的做法，不禁让人感叹，在经济压力下，连死后的归宿都要精打细算，这世道还能更魔幻吗？与此同时，政府也开始对这个传统行业虎视眈眈。据统计，自2019年以来，各地申报的公墓专项债已超过800亿元，至少20家城投公司涉足其中。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殡葬行业发展潜力的看好，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恶性竞争，进一步挤压民营殡葬企业的生存空间。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行业动荡中，福寿园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。8月26日，公司股价应声大跌 13.83%， 市值蒸发数十亿港元。这一跌幅不仅仅是对公司业绩的直接反映，更是市场对整个行业前景的悲观预期。这场席卷殡葬业的寒冬，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。从奢侈品到日用消费，再到最后的归宿，消费降级的浪潮似乎无处不在。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，更是整个社会结构和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。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经济寒冬中，即便是死后的一方净土，也难逃被冰封的命运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，活着的压力已经如此之大，如今连死后的安宁都变得奢侈，这或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。